Hello，大家好，毛毛，我哋依家喺越秀區二沙島，今日咧帶大家逛下二沙島，仲要食一間觀眾好推薦嘅江景米芝蓮餐廳。Go！先講一講二沙島嘅缺點啊。二沙島咧因為係權貴區，所以交通咧由古到今都非常唔方便。想嚟玩咧就建議直接打車，咁北京路打車過嚟咧都係20蚊有找。廣州人咧就對大沙頭、二沙島呢兩個地名咧都好熟悉㗎啦。不過二沙島咧其實喺1989年10月先至改名叫做二沙島嘅，以前咧係叫做二沙頭。咁根據1934年出版嘅《沙南達民調查報告》裡面描述嘅早期嘅二沙頭咧係分成咗沙南、沙北、沙西3個部分。最初期咧3個部分係各自獨立唔相連嘅。咁沙南咧江面上面有大量嘅疍民生活，後嚟咧就形成咗疍民漁村。咁1946年3部分咧都改咗名，分別係叫做下元村、南溪村同埋鹽滘村。我哋依家咧喺二沙島嘅西邊，呢度咧就係頤養院，已經有成100年歷史。咁當年嘅洋樓咧都仲有10棟。喺地圖上邊，二沙頭咧以前唯一嘅標誌性建築就係頤養院留醫院。咁1920年發明咗瘧疾藥發冷丸嘅梁培基咧，就決定喺二沙島嘅西邊開全廣東嘅第一間療養院。因為頤養院環境優美，醫療設備好，又有外國醫生，所以嚟留醫嘅咧都係國民黨權貴或者係富商。咁蔣介石喺黃埔軍校做校長嗰時咧，都帶前妻同埋蔣經國過嚟頤養院度住過幾個月㗎。依家剩低嘅建築咧係全部圍起身嘅，而且係玻璃，有全程嘅監控，保護設施好好啊！以前呢度咧唯一嘅入島方式就係坐船，冇任何橋嘅，所以安全咧都好有保障。而且旁邊咧就係大沙頭。咁大沙頭嗰期影片咧我都講過，大沙頭咧喺民國時期係水上機場，所以如果有危險咧，上山係可以坐飛機走佬㗎。1949年之後，政府咧就接管咗二沙頤養院，咁啊作為咗銀行培訓班。後嚟咧又改為咗銀行療養院。1954年，周恩來總理視察廣州嗰時咧就指示要水上居民上岸定居。咁廣州嘅一部分疍民咧就定居喺二沙島，部分疍民咧上岸種田，逐漸咧發展成為咗漁民村。後嚟咧仲有好出名嘅二沙漁苗場。對疍民故事有興趣嘅觀眾咧，可以睇下呢期影片。1955年，頤養院旁邊咧就起咗呢個體育訓練基地，係作為跳水陸上訓練館用嘅。1956年咧就改為咗廣東省體委體工隊，佔島總面積嘅1/6。咁啊專門咧係供運動員短期集訓同埋業餘訓練用嘅。1961年咧就進行咗擴建。二沙島本嚟咧係一個孤島，咁出入島咧都只可以靠船。擴建體育訓練中心嗰陣時咧，就起咗一條小橋同北岸咧連通。直到1984年10月，廣州咧就正式對外宣布，二沙頭將建成田園式綜合旅遊區，全島咧係規劃成咗公園娛樂區、別墅住宅區、體育娛樂區3個部分嘅。1985年廣州大橋開通，二沙島咧先至有咗入島大橋。當時二沙島上面除咗體育訓練中心，就係一片片嘅菜田同埋水塘。呢個咧係花泳訓練館，不過咧全程都俾圍欄圍住，而且種滿綠植，避免我哋偷睇啊。師妹仲係廣東隊時期咧就喺度訓練過，不過而家咧梗係去咗第二個高端大氣嘅地方啦。仲有好多隊員都曾經喺度訓練過㗎，而家都成為咗國家隊咯。呢度咧係有二沙島碧道嘅，好多人都會喺度運動。而家二沙島咧就開放咗好多，冇以前咁權貴㗎啦。右邊咧就係水警碼頭，所以依家二沙島嘅安保咧都仲係好強㗎。1989年10月，市地名委員會咧就將二沙頭正式改名為二沙島。之後二沙島咧就開始開發，搬遷村民填沙築島，變成咗依家見到嘅樣。咁島嘅西面咧係廣東省體育運動基地同埋頤養院，而中部地區咧就係高檔別墅區、醫院、學校，仲有文立方廣場。裡面咧就有好多酒樓食肆。一陣我哋要食嘅米芝蓮餐廳咧就喺裡面。
而東邊呢，就係星海音樂廳、廣東美術館、廣東華僑博物館，仲有好多個公園，一共呢係有成5個嘅，分別係廣州發展公園、傳奇公園、體育公園、宏城公園同埋藝術公園。咁傳奇公園咧同宏城公園咧係最受歡迎嘅。如果想露營，就推薦去傳奇公園。玩完咗廣州塔，打算去海心沙咧影廣州塔嘅觀眾，就可以順便逛一逛宏城公園啦。仲可以全程行埋過去海心沙，不過路程咧就比較遠啦。全程行落去，去到海心沙，一共咧係有成2公里㗎。有興趣嘅觀眾可以睇翻我哋拍攝燈光節嘅呢期影片。咁咧係拍攝咗廣州塔、海心橋、宏城公園同埋海心沙。覺得沿途風景好嘅，再考慮行唔行啦。咁權貴咧都搬咗嚟二沙島住之後，都發生咗好多有意思嘅事㗎。又可以同大家講下喎。依家睇到嘅呢個小區咧，就係最權貴嘅宏城花園。你睇呢度配套嘅亭仔同埋周圍嘅安保設施幾咁猛先得㗎。全部住嘅咧都係權貴。因為二沙島嘅交通咧非常唔方便，所以政府咧就打算開幾條巴士線路入去。咁有錢人咧就集體反對啦。不過市民咧對有錢人當二沙島係自己後花園咧好反感，就強烈支持開通巴士啦。後嚟咧就開咗8條嘅巴士線路入到。不過其實咧，我認為都係遠遠唔夠㗎，起碼要開埋地鐵啦。之後咧，星海音樂廳、廣東美術館、華僑博物館都落成咗之後，二沙島咧就唔再係權貴嘅私人花園。咁去到2004年，二沙島咧就停止咗房地產開發，所以呢度嘅樓咧都係稀缺資源。最差最舊嘅新世界雲影花園咧，1平方米都要10萬蚊以上㗎。而宏城花園呢鎮權貴區咧係要20萬以上1平方米㗎。而且係有錢都唔一定買得到。咁最搞笑嘅咧，就係2010年7月，萬六伯一做咗廣州市長，就攞二沙島最權貴嘅宏城花園開刀，強拆違章建築，仲要拆最外面江景嗰幾棟。其實二沙島嘅別墅咧，好多都會喺地下挖多2層，屋頂咧又再起多2層。咁萬六伯咧就叫晒啲媒體過嚟現場直播強拆。因為富豪咧真係用花崗岩起屋，鋼筋水泥質量又好喎，所以大型勾機咧嘅鑽頭都鑽壞咗幾個。咁信息時報嘅記者採訪包工頭咧，包工頭就話：我從來都未見過咁厚嘅鋼筋水泥牆㗎。咁到最後咧拆咗1日，先拆咗其中一間屋嘅一半。咁搞到最後咧，萬六伯就肯定得罪晒成村人啦，不負眾望，4年都唔夠就落咗馬路。仲判咗無期徒刑。至於點解老廣會叫佢萬六伯呢？呢度又有個故事啦。以前廣州市長咧係定期要開記者會答記者問題嘅。喺2011年1月，萬慶良上任市長，半年都未夠，又作死啦。一個記者咧就問萬慶良：房價高企，廣州人還幸福嗎？咁萬慶良咧就話：廣州人嘅觀念要改變下。冇錢買屋，咁可以租屋㗎嘛？佢做咗嘢20年，都仲未買屋。依家咧都係住喺珠江帝景，130幾平方米，每個月交租都係600蚊啫。不過政府咧會補貼一部分嘅。呢句話一出街，全廣州就沸騰啦。因為珠江帝景咧係當時最豪華、最貴嘅樓盤，有種進書裡面講嘅咧，河北食肉糜嘅現代版。所以市民咧就叫佢萬六伯，或者係六伯低。依家嘅宏城花園咧入邊仲有好多別墅喺度施緊工嘅喎。不過你睇睇個安保設施真係勁啊！上邊鐵絲網，下邊鐵絲網，仲有保安亭守門口，全程有監控。行過咧後有種 BB 聲，反正好勁啊！不過係權貴區，我未見過世面，過嚟見識一下。但二沙島嘅綠化咧係真係好好㗎。曾經海皮即係越秀區長堤嗰度啊，啲樹都係咁靚㗎，又整齊又密。而家就斬晒咯，嚟二沙島咧就可以睇翻啦。假裝一下住得喺呢度，自己都可以喺度散散步。呢度咧就係宏城花園嘅門口。咁喺呢個門口嘅左邊咧
係有一排包起咗個屋嘅。咁佢唔係裝修緊喎，據傳咧係拆王喺出事之前買低嘅屋，就因為出咗事，所以一直咧都冇過嚟收樓。咁喺呢個門口嘅對面咧，就係文立方廣場，裡面咧就有好多餐廳。想逛二沙島嘅觀眾咧，我更加建議嚟踩單車。咁口罩時期咧，我都好中意嚟二沙島踩單車嘅。路邊咧就有好多共享單車，不過成個二沙島咧都係共享單車嘅禁停區。如果直接喺二沙島度還車咧，係要扣罰款㗎，唔記得係10蚊啦定係20蚊嘅移車費啦。咁係要踩翻去大沙頭度還車咧，先至唔使罰錢嘅。文立方廣場1樓呢度咧就有好多名車嘅展廳，有亞斯頓馬丁啦、邁凱倫同埋牛牛啊、蘭博基尼啊。而且呢度咧係好早期就進駐咗呢啲車嘅展廳嘅，唔似得而家啲商場先至開始有車睇。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去揾嘢食啦。要食嘅咧就係位於文立方5樓嘅二沙1號，係南海漁村旗下嘅餐廳，係國家5鑽酒家，已經攞咗6年嘅米芝蓮。一攞米芝蓮嗰陣時咧，我就已經過嚟食過，不過咧都好耐冇再嚟食啦。前排時間有位觀眾推薦，所以咧就決定過嚟拍一期。咁有一位觀眾話，其實大家咧最中意就係睇江景。咁其實係唔係㗎？係咧，我就介紹多幾間出品唔錯嘅江景餐廳俾大家。我咧就已經訂咗位㗎啦。唔該，訂咗2位嘅。睇睇個江景，有室外亦都有室內。如果係坐卡座咧，就係喺右邊，沿途咧都係包間。如果坐大廳咧，就係左邊。跟住佢兜兜轉轉。基本上呢度咧就係一間餐廳8折1層嘅啦。啱先咧就睇到我哋訂位嘅窗邊位，原來卡座咧係半穿景啦，江景好少嘅咋。想睇大面積江景咧，係只能揀大廳嘅呢種窗邊位置。呢度咧係二沙1號嘅吸煙區，平時咧可以坐喺呢度等位，或者係食下煙，環境係非常之好嘅。大廳咧就熱鬧好多，咁啊台咧就以4人台為主，亦都有埋2人嘅窗邊台。呢度咧就大廳嘅窗邊位風景啦，你覺得夠唔夠一線江景啊？但係點樣都比啱先卡座嗰度咧睇得清一啲嘅，但係卡座又安靜啲咯。中意熱鬧嘅咧就可以揀呢邊。成個大廳咧係比較大嘅，因為平時係作為宴會區使用。座位雖然唔多，但係都稍為有啲熱鬧嘅。主要就服務態度唔錯，彌補得到嘅。坐好又睇一睇菜單。首先咧係寫咗自己啲收費嘅，茶位咧大廳最平係12蚊一位，紙巾5蚊一包，飯就6蚊一碗。經營時間咧就喺呢度。最早咧係週六日同埋節假日嘅早晨9點鐘開到下晝嘅3點鐘。最平嘅咧係細點15蚊，最貴嘅咧係正點42蚊。咁其實全場咧係有10%嘅服務費嘅。咁有少量嘅配套，我哋睇一睇配套嘅推薦點心先。松茸蓮藕酥蒸點，即係42蚊啦，同埋個鮑魚酥42蚊一位嘅。仲有其他好新式嘅嘢啊，例如蜂蛹肉鬆包啦、紫薑叉燒酥啦，仲有呢啲秋梨鹹水果，非常之新式啊！中意新嘢嘅朋友仔咧就唔好錯過啦。雖然只有少量咧係有配套嘅，但每一張圖睇上去咧都好精美啊！海膽金魚餃好得意啊！呢度嘅蝦餃咧就比較特別，叫做櫻花蝦北海天然海蝦蝦餃喎，48蚊一份。咁喺廣州咧，部分餐廳咧係會用海蝦做蝦餃嘅，但只限於部分啦嚇。我留意咗一下呢度菜式咧，好國際化，有中英2種文字嘅喎，保證大家睇得明啦。睇完咗呢版，我哋睇埋下一版。拉腸嗰類咧就有黑豚肉叉燒腸頂點。主食呢度咧就開始全部標咗價格貴一啲咯，平啲嘅咧就係魚品鮑魚燴飯38蚊一位，其他咧都比較貴噶啦。咁咧仲有煲菜，仲有一份辣菜啊，川味麻辣牛展48蚊一份。其實點心價格咧都唔會太過離譜嘅，有少量嘅甜點，個樣咧都係好睇噶，28蚊到38蚊。睇完咗點心紙，我哋嚟睇一睇正餐餐牌。首先係介紹咗南海漁村嘅，呢啲咧都係南海漁村名下嘅餐廳，始於1986年。之後咧就係前菜啦，前菜即係冷盤啦，冷盤呢度咧68蚊到188蚊都有。
半毛肚、鵝掌翼、脆螺片，各種各樣啦。嚟廣州食飯唔少得嘅雞，白切200雞皇300蚊一隻，200咧係指200日。有個五福臨門238蚊一例，就可以試齊5種燒味啦。咁燒鵝咧係要138蚊一例嘅，乳鴿咧68蚊一隻，都唔算太過離譜嘅。後邊咧就係燉湯啦。燉湯咧最平嘅係白飯仔草花膠燉海螺90蚊一位，其他咧就大幾百蚊啦要去到，甚至888蚊一位嘅海虎翅啊，呢邊咧就係翅嘅燉湯，仲有花膠，之後梗係唔少得鮑魚啦。鮑魚入邊咧，除咗有名貴嘅吉品鮑之外咧，呢度係仲有蠔皇扣新西蘭黑金鮑488蚊一隻啊！呢份菜單咧都係中英文嘅，保證大家都睇得明。仲有啲小炒肉128蚊一例，之後咧就海鮮菜式啦。海鮮菜咧啱先睇到佢嘅海鮮翅就知啦，分係好新鮮，而且種類好多樣。有花雕蛋白蒸東星斑398蚊一例，亦都有生炒蟹粉燴花膠188蚊一例。之後咧就呢肉菜啦，有少量嘅辣菜啦，海鮮無血旺198蚊一例。之後咧就蔬菜類嘅，仲有咧就啱先睇到嘅呢個蝦餃皇啦，80蚊半打。仲有呢個名貴嘅燕窩綠豆糕38蚊一件啊，3件起點啊。亦都有經濟嘅甜品嘅蛋白杏仁茶28蚊一位。咁最後咧就可以睇到佢嘅茶位啦。啱先睇到嘅卡座或者係露天茶位咧係需要20蚊一位嘅。而服務費方面咧，平日咧係10%嘅服務費，而中秋等節假日咧係需要收到15%嘅服務費嘅嚇。營業時間要注意一下，中間係有休息㗎。好，我哋而家咧就睇埋呢個時令菜單同啱先嗰本正餐菜單啦，點心紙都係唔重複嘅。比較推薦嘅咧係呢個千葉豆腐68蚊一例。咁比較特別嘅咧係時令菜單會備註咗佢嘅口味嘅，鹹香口味，仲有呢啲時令菜都係而家當季嘅菜式。咁呢份菜單嘅價格咧就全部都唔過100嘅，比較經濟實惠。咁睇完咗菜單，我哋就去落單啦。餐牌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套餐嘅。今次咧，我哋係食套餐，食呢個138蚊嘅套餐嘅。咁係會有灌湯包、排骨、鮮蝦腸、牛肉撻同有粥嘅。咁佢仲有其他好多種套餐㗎，有呢啲4人套餐啦，973蚊嘅，亦都有單品嘅19.9嘅和牛撻。咁啊，根據自己需要過嚟食一次再睇啦。因為套餐內容咧係會成日變嘅。不過套餐咧就有好多限制，而且咧係唔包茶位費同埋服務費㗎嚇，需要另計。咁本嚟訂卡座咧係為咗睇江景咧靚啲，點知佢卡座咧係睇川景咯，所以我哋轉咗嚟呢度睇住江景。不過今日咧就有少少雨，所以冇人坐露天卡座。露天卡座嘅茶位費咧係貴啲㗎。呢間餐廳都好旺㗎，如果要嚟食飯咧就訂定位，但係訂位咧係唔可以訂大廳台㗎喎。呢度嘅茶咧係直接上茶沖好咗嘅。咁下邊咧有蠟燭保暖，不過茶水睇上去咧就一般般，因為比較多水啊。但呢種上茶水嘅方式咧，就會有人侍候你，幫你加水，唔使自己睇住嚟煲。餐具咧都幾有檔次，有質感嘅。今次咧係嚟食套餐，咁套餐內容咧係成日變嘅。我哋今次食嘅呢份粥咧係百合淮山滑雞粥，入邊有雞肉，不過唔係好多咯，暫時見到2塊。油咧係直接落一面嘅，然之後搭配咗葱同埋脆脆。我咧就將佢哋落晒落去先，脆脆咗又擺啊嚇，擺得耐咧就唔脆啦嘛，之後就攪勻佢。等我試下個味道得唔得？真係好大塊嘅百合啊，同埋咧雞原來有唔少㗎，係寶物藏龜底啊！加葱花喺面之後咧就好有食慾啦。好，等我試下個味道。好熱啊！雞肉好鮮甜。睇試下個百合得唔得先？除咗有大片嘅百合之外咧，入邊仲有淮山粒。不過百合嘅選材咧就唔係太平穩啦，有部分咧我食到係苦嘅，但米咧就用得好好啦，夠晒綿滑。成份粥咧係好鮮甜嘅。選材方面再把控一下咧就更好啦。今日降溫啦，食份粥咧就暖身啦，非常舒服啊！寶氣鮮參灌湯包一份咧係有4隻，仲搭配咗另外嘅湯料，唔夠咧可以加，亦都可以食完之後當佢湯飲咗佢。我試一試個味道啊，4隻都好均勻，滿滿嘅一盤仔。成份灌湯包嘅造型咧係非常之豪華古典㗎，而呢個杯仔咧係熱嘅，攞嗰時咧就要注意唔好辣親自己啊。我先試咗個湯先。
參味咧就唔算濃，因為寫明咗啦，用嘅係鮮人參，就係鮮人參嗰種咯，有少少苦味、甘味，冇咩深層嘅味道嘅。老人參咧先有嗰種味道。算名副其實嘅，好熱啊！滿滿大嚿肉啊！哇，食肉獸好愛啊，真係好大嚿肉。至於個肉咧就幾好食啦，大大嚿，皮有夠薄，而且入邊有少少洋葱剔味喎，有口感，對得住個價錢嘅。栗子南瓜豆豉蒸排骨，咁用嘅咧係小貝南瓜做盅嘅，咁樣裝住上嚟，非常之精緻嘅一道點心，搭咗一大個辣椒圈。排骨咧係俾得比較多嘅，而且唔係好肥嘅喎。等我試一試個味道先。雖然咧就唔要有大粒嘅豆豉，但係其實豆豉咧係整碎咗啫，咁蒸得非常之入味㗎。而且用嘅咧係新鮮排骨，所以口感咧非常之彈牙㗎，而且好多汁。唔單止睇得仲洗得㗎，好好食啊！韭黃鮮蝦腸呢份蝦腸咧就比較特別啦，每一條腸都有獨立嘅一隻蝦，而且皮咧係比較薄㗎，睇得到入邊隻蝦嘅，平均分配啊！啲份都好大啊，匙羹都放唔晒啊！等我試一試個味道。腸粉咧係好滑，但係落嘅燉麵咧就有少少多，所以已經食唔出米漿味啦。但係勝在隻蝦咧就夠晒大隻，係非常之大隻㗎，而且新鮮，口感彈牙，有蝦味。不過呢啲咧就係河蝦啦。入邊咧有韭黃，平均分配每一啖咧都係咁好味嘅，皮薄而且乾爽。每一份點心嘅製作時間咧都控制得啱啱好。雖然係套餐，但我覺得呢幾款點心咧出品都算高質素㗎啦，係抵食嘅。有嚟嘆咁靚嘅美景，就係茶位費有少少貴咯。不過服務咧確實對得住個服務費嘅。咁有美食有美景，要唔要過嚟試呢？大家就衡量一下啦。和味牛肉撻一份咧係有3隻嘅，不過睇上去咧就有少少似普通蛋撻啦。一般你中意食嘅牛肉撻啊，咪橢圓形嘅，佢咧係圓形嘅，咁就比較乾爽，千層嘅感覺咧都有嘅，但係唔算好明顯咯。我試下個味道。味道咧又確實係芝士和牛撻，咁俾嘅牛肉咧係比較多嘅，因為芝士同埋沙律醬咧相對少咗啲。洋葱咧切得比較大粒，有口感，食起身咧就口感比較豐富。外邊咧酥脆，入邊咧就軟滑。不過撻咧可能因為比較細啊，而且個層次咧唔夠明顯，酥度咧係比其他嘅茶樓差少少嘅。咁今餐食落嚟咧，我覺得出品都係唔錯嘅，特別係我計上咗茶位同埋服務費之後咧，圍到大概係30蚊一款點心，性價比咧係幾高㗎。但係如果原價過嚟食嘅話咧，計埋差唔多要圍到50蚊一款點心㗎，咁咧就有啲對唔住價錢啦。所以大部分人過嚟咧都係食套餐嘅喎，再加上1-2個正價菜式咧，3個人都可以食到飽飽走人啦。反正佢套餐本身咧就唔包茶位同埋服務費㗎啦。咁用呢個價錢咧就可以享受呢個咁靚嘅光景啦。可惜啊，今日天氣比較差，我想要嘅一線光景咧就遠離咗我啦。你睇下落雨啊！但如果天氣太好嗰時就會曬㗎啦。估計大家都唔想坐喺出邊擔住遮食飯㗎。所以咧想享受光景都係要少少運氣嘅，有一個合適嘅天氣。對面咧係中山大學，亦即係海珠區。二沙島咧真係好舒服㗎，但係就需要一個好天氣咯。週末咧好多老廣都中意嚟二沙島度露營，同細路仔玩下。埋咗單啦，5款點心，套餐咧就138蚊，加埋咗服務費同茶位，一共咧係消費咗178蚊。飯咧就食到呢度啦，不過提醒一下，之後要嚟廣州旅遊嘅各位觀眾，一定要帶好長袖衣物喎。上次咪話颱風走咗，天氣好熱嘅，而家咧係輪到咗冷暴雨啊！今日視頻咧就到呢一度啦，中意我個影片，想食地道粵菜嘅話，就關注我頻道，點個 like 翻去俾朋友仔，下期見啦，拜拜。